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欢迎来到 RPA 教室。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 RPA 各角色在职涯上的发展性，以及熊哥本身在职场的跳槽历程哦。你是不是也在困扰着，照自己目前公司这样调薪的幅度，我的年收入要突破100万，要等到何年何月？或者是有些同年龄层的人，他们的收入为什么会比我高？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之前有跟大家聊过RPA 有几种角色，那业务端的 OP、BA， 技术端的 SA、PG， 那这两种角色的发展性也都不尽相同。坦白说，后者非常吃香，因为目前各行各业都在抢夺资讯人员RPA 工程师非常容易找工作。那大部分的 RPA 工程师也都会1种以上的程式语言，甚至具备研究生的特质，自主学习能力。那在企业内非常稀缺。熊哥在中国信托企业内的主管们都非常重视开发人员的发展，那会让工程师尽情的发挥。我也非常感谢他两老给我这么好的舞台发挥所长。那最后熊哥因自己的人生目标想要出来授课，所以放弃了在中国信托这么好的幸福企业。那不论是薪资福利、工作环境跟工作的内容，还有好同事们，我都很喜欢。那要放弃真的是很舍不得呢。好啦，那听完上述的介绍，是不是非常心动？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蛮多人想要转职RPA 工程师的。但是事实非常残酷当一个软体工程师或 SA 都非常要求天分，你需要拥有强大的逻辑、过人的耐心。那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像外新闻的程式码，要能够逐行的看懂并且拆解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转职当软体工程师哦。那尽管有些人上过资讯局巨匠电脑或一些软体工具的操作教学，可能在开发的能力上还是不够的。那就像熊哥之前说的，你会骑摩托车，我也会骑摩托车，但如果你要跨到我的领域来跟我竞争，你需要恶补多少东西才有办法跟上？那过度的追求当一个软体工程师，反而让自己承受过大的压力，那甚至达不到别人的认可。你还真的想要成为一位软体工程师吗？大家可以再好好考虑一下哦。好，那说到这里，我想有些同学就懂了。假若你是资讯本科，你年过30，你还在写程式，那恭喜你哦，你依然没有放弃软体工程师的道路是对的。那在未来的世代软体工程师永远不嫌多。有些人都说 AI 会写程式了，工程师早晚会被取代但这件事情在未来不太可能会发生的。就我观察到的，所有的 AI 服务都会有准确度的问题，最后都还是需要透过人来把关。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保证 AI 回答的内容是100%正确无误的哦。好，所以 AI 来写程式只能当做辅助工具，最后的诊断程式码还是需要透过懂程式语言的软体工程师来做审查、嵌入跟验证的动作。AI 只会让软体工程师更厉害，不会写程式的人就算使用 AI， 也是取代不了一个会写程式的工程师所以软体工程师只要找对公司，继续熬下去，绝对会有前途的。有机会我再来分享我怎么请 AI 协助我开发。好，那反观你是非资讯本科，年过30，可能是财会人员可能是送货员也可能是专案人员，你想要转职变成 RPA 工程师，那跟真正的本科出身的工程师竞争，那将会是一场很艰困的硬仗哦。同样在一个都是软体工程师的团队里面你的资历是最菜的，你觉得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有办法追上，甚至超越，才能让老板看到你，然后提拔你当科长，帮你加薪水。所以不少软体工程师其实是没有熬出头的，虽然好找工作，但是不代表薪水一定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厉害的工程师一个可以抵10个。工程师的价码其实落差也非常的大，但资历越深的确实会有相对较高的年薪。这边要提出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角色，叫做应用工程师。如果你觉得你写程式赢不了非常专业的软体工程师，你可以考虑让自己学的东西变广泛一点，从 I 型的人变成 T 型的人，让自己具备快速学习的技能。那或许专业的工程师写 A 款程式语言是100分，可能你只有具备80分，但你可以同时让自己具备 BCDE 很多80分的程式语言。那懂这么多种的程式语言是来自于你的快速学习。
今天突然老板希望你研究 VR 了，你有没有办法快速的去 survey Unity 工具怎么安装？那怎么将 SDK 嵌入？那怎么控制 Google 的 Daydream 控制器？那当年熊哥在新创公司就是要快速地做出 POC 来给老板做 demo。那又或者老板派你去了解 RPA， 你能够在1-2个礼拜内研读完后 demo 给老板看，并报告导入的可行性跟学习门槛，这中间的关键点就是快。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好，很多的企业专案需要的是小步快跑，快速试错，而非憋大招挥大棒。而这时候能够快速解答团队技术可行性的就是应用工程师，所以相较单纯躲在电脑前开发的工程师比较容易。那应用工程师主要还是在研究技术，快速地 catch up 新的工作或者应用服务，并制作报告跟主管 demo。但是既然要呈报给主管，你就不会只是打开程式请主管看操作步骤，你绝对会需要搭配投影片说明。那尝试用非工程师的语言解释给老板们听。这里技术研发的比率占 80%， 专案报告占 20%， 这时候个人的职涯就可以慢慢的朝业务端发展了。那熊哥写了这么多年的程式，最后被挖角到了银行的业务单位，技术研发跟专案报告的比率刚好调成50-50。那熊哥意外的发现，你当一个带有技术的 PM 是很吃香的。我既可以是 RPA 的 SA 角色，也可以是 BA 角色，那我的弹性很大，要规划或是要开发我都可以，那哪里有需要我都可以去支援。虽然我不是超优质的 PM， 也不是100分的工程师，但手上有很多80分的技能，我可以任意的补位，跟很多部门的人接洽跟合作。那相较于公司开发中心的 PG 人员，他们只能够看着规格书，那按照 OP 的需求写程式。那整个数位转型之中的流程梳理、盘点、访谈、制定规格、撰写，然后营运跟规划预算、采购啊、资安审查等等，熊哥都有幸参与到了。好，那当一个 BA 还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是一个规划人员，在未来你当管理职的机会会比较高。那不论是在技术或业务上，老板看重的是规划能力。你能够理解专案从头到尾是怎么运行的，有哪些风险，特别自己又有技术的加持，不用怕被 IT 人员糊弄，那主管会非常放心的把专案交给你。再来讲到年资这一块啊，熊哥后来被承认的年资都是专案管理，我被挖角的职缺也都不是工程师哦，是专案总监、专案经理、流程规划师。那我从工程师跳到专案总监花了4年，30岁当工程师的年收入是70万不到，那34岁时才跳到168万。那这中间就是熊哥双修的历练，我边写程式边做专案管理，在因缘际会之下被挖角到了新创，接下来也是一样的机遇，再次被挖角到中国信托，那年收入才一直叠加上去到200万。虽然不像竹科半导体产业那样的多，但已经是台湾前10%高的收入了。30岁后，不论在新创或是大企业，我都是因为带有技术才被老板留意到的 PM， 所以挤破头去当一个纯工程师，就我的职涯经验上来看，若喜欢稳定的工作，确实是可以的。那工程师到哪里绝对都会有人要，但是若要增加年收，我个人觉得专案管理的能力更为重要，特别是我知道自己喜欢写程式，但通常案子不会顺顺利利的就摆到我的眼前，而且让我无忧无虑的开发。这事前的准备作业太多了，那规格没有谈好，再厉害的工程师也是会面临改来改去，那改到怀疑人生的窘境好，在这呼应我说的 RPA 语法并不值钱哦，那种网络上我找到的东西，你自己一定也找得到。那当然是有些少部分功能是不容易理解，需要找整套的课程来学习的，那这个花钱就值得。其实变成一个懂数位转型的专家好处还不少，之后有机会再跟同学们分享业务型的 BA 还有什么样的职缺。人生不一定要靠写程式赚钱，但绝对要因为自己会写程式，让自己的竞争优势暴增。再好好思考一下熊哥的问题哦，你到底是要当一个纯工程师，跟那些专业的 SA 资深的 PG 竞争，还是回到 BA 领域当一个带着技术的 PM？ 那就我个人认为，带着技术的 PM 相对是吃香的。不知道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？好，欢迎粉丝们分享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的哦。是专案型的可以留言+1，那是技术型的可以留言+2，那双修的就留言+3，让我知道吧。好，最后我再来针对这些领域分享更多的升迁技巧给大家。好的，
那这一集介绍到这边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之后会不定期的分享新的影片以及熊哥的课程内容，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们来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啦，拜拜。